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寿。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绍以太坊将要进行的共识升级，也就是大家所讨论的以太币 2.0， 以及不能在挖矿后以太币矿工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目前一线的加密货币，例如比特币、以太币、BNB 等，都是采用工作量证明机制来挖矿，也就是所谓的 POW。Power of Work， 简单来说就是消耗电脑的效能、时间、电量来开采区块链上还未开发的区块，而你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作为奖励。这个过程跟传统矿产开采非常的神似，所以才有加密货币产业的挖矿一词，而参与者也被大家称为矿工。但如果有一天加密货币不再使用 POW 来作为共识协议的内容，也就是不能再挖矿了，那现在的矿工们该何去何从呢？会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由于 POW 是利用电脑的算力来争取区块开采的优先权，也就是你的电脑设备越好，算力越高，你挖到矿的机会就会越多。但这也造成了市面上的显示卡跟电源的疯抢，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情况。基本上除了你买整台已经组好的电脑，否则你是很难买得到单独的显示卡的，因为大部分的显卡都已经被有规模的矿场业者给收购走了，或者你就只能跟网络上的黄牛花高价购入了。这也使得挖矿的门槛越来越高，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资金，也不见得你就能投入这项产业。这使得加密货币挖矿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，导致越来越集中化。一旦他们能够获得整个区块链上 50% 以上的算力，或许 51% 攻击也不是不可能的哦，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较少区块链所采用的共识协议，名为权益证明机制 POS（Power of Stake）。不要小看它哦，它可是未来以太币 2.0 所要采取的新共识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以太坊即将将区块链共识从 POW 升级为 POS 的。先让我来讲讲 POS 是什么。相对于 POW 挖矿来赚取货币， POS 采取质押加密货币来赚取货币。质押你可以想象成你将持有的货币存进银行，然后银行会配给你利息的这种概念。因此你质押的货币越多，就会越有能力去争取新的区块，获得越多的货币奖励。参与质押的人也被称为验证者，因此不需要依靠电脑的设备效能。那如果不再依靠复杂的算力，又要如何抵御骇客的攻击呢？要知道，以太坊可是曾经被骇客攻击而篡改过交易账本，还是当时的以太坊采用硬分叉的机制才将那次的危机化解掉。而 POS 则是透过质押机制来防止这件事的发生。如果骇客想捣乱，就可以没收其质押的加密货币作为处罚。那到底为何以太坊要将区块链共识改变呢？羊毛是出在羊身上，就让我们从以太坊目前的交易状况来说起。以太坊目前最大的几个诟病，第一个是交易速度太慢，因为所有以太坊的交易都是在同一条主链上进行。你可以想象成马路上只有一线道，而每一笔交易可以想象成马路上的车。无论你的车速有多快，你还是得乖乖的排队过收费站，因此造成交通非常的堵塞。紧接着而来的就造成了第二个问题，交易费过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在加密货币交易时，你必须付出一笔燃料费 Gas， 每笔交易根据交易的数量不同，则需要付出一定比例的 Gas fee。这个 Gas 会成为矿工的收入，因为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在各台电脑装置上共同记账。这也是透过消耗电脑的算力来记账的，因此你也可以提高 Gas 来获得交易的优先权，让矿工优先处理你的交易需求，否则你就只能付出满足交易的最低需求的 Gas， 慢慢排队了。或许这在平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但如果币价突然大涨或大跌，交易量大增的时候，谁不希望自己的交易能够被优先处理呢？这也造成了交易成本难以估算。为了解决这两个主要的问题，以太坊的经营者决定将以太坊区块链升级，
也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以太坊 2.0。升级当然不可能一瞬间就完成，以太坊需要一系列的更新才能达成目的。跟着 Soul 的脚步，让我说给你听。以太币 2.0 主要是透过信标链 Beacon Chain 跟64条分链 Shard 的配合，来实现解决交易塞车的问题，也就是类似于道路拓宽的做法，将原本的单线道拓宽成64线道，由各个分链去执行交易的计算，并将结果传回信标链上，同步各个分链上的记录。我们来看看这段时间以太坊做了什么重大的更新，来往以太币 2.0 靠拢。信标链又称为群众链，其功能就是作为以太币 2.0 的主链。信标链上线后，会与以太坊原本的主链互相平行运作，即可以同时挖矿，又可以体验质押以太币来获得货币奖励。但这个时候的奖励还没办法领出，只能等到以太坊完全升级成 POS 共识协议之后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最快也是2022年 Q2 的事了。7月份更新了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内容 ，EIP 1559跟 EIP 3198。就像刚才提到的，矿工的收入取决于解码新的区块获得奖励，以及处理每笔交易的 gas fee。而这笔 gas 是由矿工100%收入口袋的，也是矿工大部分的收入来源。而 EIP 1559则是将这笔费用拆成 base fee 以及矿工的小费。而这笔 base fee 会被系统销毁，以避免以太币过度的通膨，因此矿工的收入将大幅的缩水。而且这笔 base fee 是透过系统直接算出的，因此交易者比较容易去估算交易成本。而这笔费用也会因为区块链上使用的情况而有所调整。当交易量大的时候，交易费会比较高；反之则会降低，以刺激交易，保持区块空间的使用率。EIP 3554。以太坊在 POW 机制中有个特别的设定，当区块链上开采出10万个区块后，解题的难度会大幅的提升，这也被称为炸弹难题。这会使得挖矿变得困难，而这次的更新则是将炸弹难题的时间延后，看来是为了 POW 转换成 POS 争取过渡的时间，否则当炸弹难题出现的时候 ，POS 又还没准备好。这段过渡期想必会让以太坊陷入一片尴尬。这次的更新内容主要是将信标链上的共识升级为 POS， 并不影响旧链的使用，但这代表以太坊朝着以太币 2.0 目标又更进一步了。有趣的是，2021年12月2号，以太坊的创办人之一 Vitalik 也在 Twitter 上为信标链的上线1周年庆祝哦。看来以太坊的经营者对着以太坊的转变充满着期待啊。而根据网络上的统计结果，直到2021年12月为止，已经约有800万枚以太币参与了信标链质押项目，占以太币发行量的7%左右，但多集中于欧美。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大型的矿池都集中在这些地方的原因。当以太坊完成其他分链系统上线后，原本以太坊的旧链也会成为其中的一条分链，所有的分链将会与信标链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的整体。正式结束 POW 的时代，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实现，预计时间会落在2022年的 Q2。虽然 POS 使得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参与质押赚取以太币，但其还是有门槛限制的，最低必须质押32枚以太币才可以参与。以受写稿的当下，1枚以太币的价格约为新台币11万元，也就是说要有352万才可以，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毕竟这笔钱都可以拿来当房子的头期款了，但如果走到飞们有闲钱的话，或许也是一个投资的方式哦。最后跟大家聊聊受对以太坊升级的看法。当以太坊完成升级后，也就是代表再也没有以太币挖矿这件事了。那原本运用在以太币的算力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加密货币去呢？我想这答案绝对是肯定的。当这些庞大的算力流向其他币种后，会造成其他货币的矿工短时间内突然多了很多的竞争者，导致挖矿变得艰难，又或者市场上会突然产出很多的加密货币，而导致币价的下跌。毕竟物以稀为贵啊。而对于以太币的矿工来说，你可以选择不再继续为以太坊服务，
转向其他货币的挖矿行列。又或者你手头上有足够多的以太币，那你可以参与质押来赚取以太币，而设备则继续运行，成为以太坊运作的节点。毕竟以太坊转变成 POS 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富者更富的，而是要解决链上的交易速度太慢、高度能源消耗等缺点。所以不要以为只要付出以太币就可以稳稳的收利息，还是有很多相关对应的成本的。但有关质押的相关内容，就留到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吧。现今全球正面临能源危机以及全球异常的气候形态，都是人类无穷尽的开采所造成的。因此，为了地球的永续经营，许多国家正在发展绿色能源科技。未来像挖矿这种需要高能源消耗的产业，会不会受到打压而被迫转型呢？我想挖矿的时代总有一天一定会过去的，一定会有更不消耗能源的经营方式的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可以订阅英德的频道。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，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讨论哦。祝各位都能早日达到逍遥游，我们下次见。